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富笔记，我是富哥。上几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了如何快速挑选 CPU、主板和硬盘。本集我将给大家分享我是如何挑选最适合我们自己的内存。首先，内存是什么？大家可以理解为内存是 CPU 连接其他设备的重要临时中转站。作为中转站的内存，就具有了3个关键属性，分别是容量、频率和通道。容量其实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仓库空间大小，就如同仓库越大，临时存储的货物就可以越多。那是不是越大就越好呢？那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就要看中转站日常的货物量有多大。如果日常货物量很小，仓库很大，就会出现很多闲置的空间，资源就会浪费。如果你是土豪，就另当别论了。如果仓库太小，经常出现空间不够用，也不行。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实际日常需求购买内存。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，我根据需求大概划分了 8G、16G 和 32G 3个容量进行分享。首先是 8G， 容量虽然不大，不过完全能满足普通日常文书或撸啊撸等普通游戏的存储需求。16G 可以流畅运行大型游戏和普通视频剪辑的存储需求。32G 可以满足游戏直播、游戏多开、复杂的专业软件的存储需求。接下来我和大家说下内存的第2个关键属性，频率。频率就如同仓库内部搬运工的工作效率，效率越高，出货速度就越快。为了方便大家选购，我就根据需求场景划分了普通频率和超频频率2种应用需求。普通频率是2666或2933，这种频率完全可以满足普通用户群的日常工作和娱乐需求，而超频频率主要以高性能追求的游戏玩家为主，能有效优化大型游戏掉帧的情况。当然也需要主板支持超频。如果有这部分需求的用户，建议购买3200以上频率的内存条。另一个关键属性就是通道，主要分为单通道和双通道。单通道就是内存在同一时间点只能读或只能写。简单的来说，就同停车场只有一个出入口，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只能容纳一辆车进入或驶出。双通道是指内存的读写可同时使用不同的通道进行操作，就像停车场设立了相互独立的出入双通道，支持车辆进入和驶出同时进行，互不影响。这样的内存可以同时读和写，内存的带宽也翻倍，就不容易出现拥堵的情况。其实就是单车道变成双向通行的车道。只要容量规格相同的情况下，双通道的性能会比单通道快上1倍左右。不过也需要看主板是否支持双通道。如果主板支持的情况下，如何组成双通道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只要将2根相同规格的内存条插在颜色相同的内存插槽中就可以了。如果插槽颜色都一样，只要隔一个位置插入就行。也可以参考主板说明书。另外，影响内存价格的因素还有装饰属性，常见的就是马甲条和 RGB 光条，这些都是看个人的喜好。
在购买建议方面，优先考虑满足容量的需求，接着再考虑是否有主双通道的需求。如果有玩大型游戏和视频剪辑的需求，都建议买2个相同规格的内存条主双通道。在频率选择方面，如果没有大型游戏需求，可以购买普通频率的内存就可以了。如果游戏玩家选择超频内存时，就一定要注意，超频虽然可以优化游戏掉帧的现象，不过对游戏的帧数不会有特别大的提升，而且超频的内存对主板的要求也较高，也需要有一些超频的支持，所以只建议发烧级玩家才去选择。而在品牌推荐方面，还是推荐购买一线品牌的内存条，如金士顿、海盗船和三星。来看下我选购的内存条，美商海盗船，频率3200 16G 容量，完全可以满足我近期视频剪辑的需求。为啥我没有买2条 8G 的内存主双通道呢？主要是 ITX 主板只有2个内存插槽，考虑减小将来升级成本，就先装一根内存条，以后资金充裕的时候就只要再加一根内存，传输性能就可以快上1倍，来满足将来更高的场景需求。安装内存条其实也不难，只要将内存的缺口位和主板插槽的卡口对应，定位好方向，轻压两边即可插入。插入后两边会有卡条卡住的手感，千万不要用蛮力，如果轻压不下，有可能方向错了，拿出来重新检查一下再插入即可。本期专辑小课堂讲解了内存的基本知识和选购的方法，大家学会了吗？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微信号，回复专辑，就可以获得最新一期的专辑思维导图原文档。如果有一些小伙伴还没有看过我前几期的视频，可以先关注我的频道进行回看。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视频还行，麻烦帮忙订阅、点赞和投币，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最大的动力。下期专辑小课堂将和大家分享如何选购显卡，我们下期再见。